第一次拍古装戏嘛，然后其实对很多东西都不太熟悉，每一次看到马我头都疼，那些东西它不是我，也有过对刘宇宁的自我怀疑，我很抱歉这件事儿。浩都呢是一个比较冷酷的一个侍卫吧，然后他整体的一个状态就是执行任务型的那种的。我觉得这个角色首先他是一个身世非常悲惨嘛，因为他是从小是被他那个义父杜如晦收养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从小他内心一定会有很多自卑或者是一些需要别人肯定的那种欲望吧，还挺像我的星座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隐忍的那一个人。开始的时候给人一个反派的一个印象，我觉得就是我想做的，就是要开始的时候让所有人觉得浩都可能是个坏人。这个浩都绝非善类，以后离他远点，不要靠近他。但是呢，可能后面随着事情的发展，他做事的方式还有他的这个想法有很大的一个转变，这就是我对这个角色的一个处理吧。前后的一个反差，这样的角色才能，我觉得才更吸引人吧。他这个人物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成长，是有变化的，可能也没有太多过多自己的一些设计，但我知道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然后面对每一个人物，比如说我面对义父的时候，这个浩都这个人应该是一什么状态？因为义父是抚养他长大的，而且义父说一，他绝对不会说二的那种人。孩儿并不故意不所托，所以他是其实更多找的是这种人物关系的一种状态，比如说对待乐烟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对待魏书玉什么状态，对待李长歌什么状态，就是其实更多是在这个当中去找一些自己的尺度和就是通过人物关系的一些状态吧。因为拍戏其实还蛮紧张的，就更多其实就在这个边拍摄的过程当中边去找感觉，然后呢再去从别人的身上去学一些。我在开拍之前呢，我需要去看一些剧，然后看看可能这个剧里和我这个浩都有相似的地方的角色，这个演员是怎么诠释的，比如说这个朝代的这些人该怎么去饰演那个状态，我会做这些准备。第一次拍古装戏嘛，然后其实对很多东西都不太熟悉，提前呢我就进组练骑马，因为对骑马我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基础的，然后可能进组练骑马，然后去那个我们五指呢去练那个，因为我是一个武林高手，但是我都身体素质又不太好，然后去练了大概提前练了1周多的那个吊威亚呀那些适应性的训练。很吃力的戏份就是骑马，每一次看到马我头都疼。非常不巧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剧让我最难忘的一场戏，就是我开机第一天的第一场戏，我第一镜就是第一场戏第一镜，我一上马刚要上马的时候被马踢了，就是我这个是非常难忘的，所以我现在看到马我就特别害怕，然后去了现场我都要先给人套近乎啊，比如我会问助理，我说咱们车上有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然后给马先喂喂它啊，就是这种的，先跟他套关系，起码他不能对我太放肆。感情戏比较难把握呢，还是说就动作戏、骑马戏比较难把握？感情戏吧，你一本正经的样子，还蛮好笑的。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它不是我，就是很肉麻。我觉得首先浩都做了很多事是我现实当中我做不出来的，就是比如说那个你看到女孩那种紧张啊，比如乐言跟他说个什么，他就是那种啊不知所措那个样子，我有什么可不知所措的，就这种感觉，就是行就是行，不行就不行呗。所以他其实在这个感情戏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有过对刘宇宁的自我怀疑，我能干出这种事儿吗？就是这种感觉啊，其实那个挺难把握的。你要演的特别的那种，哎呀，好像是那种小男生的，那就恶心了，那就不好看了。但你又有在那种装酷的情况下，然后又有那种羞涩的感觉，这个就很难把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对于我来说。他觉得说也挺挑战的，因为每次演的时候，是你们的身高差都挺明的。我很抱歉这件事儿，怎么办呢？那我就是吃得好就长这么高。我是公主，你须得听我的。好。其实乐烟让这个一个非常冷面的一个人，然后变得可能会偶尔会有一些开心的那些东西，就可能生活就以前的生活我只是工作，可能就是这种感觉，我只是工作，但我的工作之余又有一些小情调，有一些可能情窦初开的感觉，那可能乐烟带给我的是这个东西，让我这个人的状态更活泼了，然后愿意跟他们打成一片，或者真的愿意到后面喜欢上他的时候，真的愿意为他去做一些事儿，做一些我以前不会做的事儿。就比如说喜欢上一个人这件事儿，以前不会的，因为这个浩都是有点自卑的嘛，他知道自己就不可能跟公主是有这个发展的，他觉得他是不可能，因为根本看不上我，就其实很自卑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那个感情又到了，他就觉得他就没法均衡了，就是一个很矛盾的。我特别喜欢他，但我知道我配不上他，就是一个纠结的过程。所以这个是乐言带给我的一个感觉。在后面的话，就是你跟乐言有没有一些大部分的差戏？
是啊，但现在也不改啊。长歌行呢，又是我第一部古装戏，第一个镜头我就要骑马，就被马踢了，这给我造成了阴影，你明白吗？我看到马就会先看他的腿啊，我看他腿是有没有在，然后暗算我。知道这场戏起码是有提前准备。我会啊，我会准备一些吃的，买的特别好的那种黄瓜，叫荷兰黄瓜那种的，特别好吃的，我自己都不舍得吃，然后先贿赂一下。如果说我们这个片子打过来，然后变成了就追男主那个，那乐莲要做什么？操你妈！我觉得他什么都不用做，注定这两个人是能够走到一块儿的。他在这个皇宫里做侍卫的时候，其实就关注到这个公主了。他可能会有一些保护欲吧，但他基于自己的身份卑微，他不敢往那边去想，但是可能点点滴滴就冲破了他内心的那个牢笼，就是一定要把那条线走了。肯定是那种额木，就是那种戒指，然后特别帅那种的，一做就是特别有范儿，他气场是那种警觉性特别强的那种的啊。因为我觉得，首先呢，我希望是观众去夸，可能对我不了解或者是第一次看这个剧的人去夸赞我，因为我的粉丝会很爱我，我做啥他们都喜欢，我哪怕今天不洗头出门，这明哥真随意啊，真是一个接地气的人。不是你可以夸，但别太过分，你自己憋在心里夸，但别上网去夸。那我到50岁了，我演部戏，到时候咱们就来个倚老卖老啊。说句实话，也没那么多人找我演主角，我觉得还是观众认可了之后，我才能去做这件事。但是我在30岁之后才能找到一样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就想给他越做越好。我撑不起主角的意思就是我很珍惜这条路，我不想搞砸了，所以我可能先演一些次要角色，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疯狂的吸收，之后我再去做可能更高阶的一个东西。因为之前有一个剧是，因为现在大家很喜欢。也不是大家啊，有一部分人喜欢这个甜宠的剧，俩人谈恋爱甜甜蜜蜜的，哇，好甜啊！我不演甜宠剧，我不是不演啊，我觉得这个不能理。一旦有人找我这个剧本特别好，然后我就说我不演，他就不找我了，也不是。就是我本人其实是抗拒演这种纯谈恋爱的剧。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一定要有正事儿，不能每天就想着男女这点事儿。就是他可能在这个做一件事儿的过程当中邂逅来那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每天你出生然后想的怎么泡妞，什么跟女人的，我觉得那个不是我的一个想要去塑造的一个东西。所以这是不演大舞台演的。是的。也不是不演啊，有好的剧本也是演啊，也是演的，对不对？这是好读。我以为我把你弄丢了。这是刘宇宁，看好吗？我看到一些评论啊，说这个我看好读，千万不要去看刘宇宁底下或者他的直播，会人剧分离的。这就是我想要的。我刘宇宁是刘宇宁，但我每一个角色是不同的人，去看我的剧就行，不一定要喜欢我的人，喜欢我的角色也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非常高的肯定啊！粉丝留不住我自有方法，是这种方法吗？有你不可能让天底下所有人都喜欢你，又喜欢你的歌，又喜欢你的人，又喜欢你的剧，那不可能，对吧？可能当下如果要上的剧，50%的剧都会来找到我。这是不是要划着这个？我认为的火呢，不是这种火，因为让96歌，你看过这个剧的人才听过这首歌，但是比如像又要用大张伟来举例啊，我怎么这么好看？好很有才华，你让别人怎么火？因为你们做是影视行业的嘛，而且让96这种真的嘛，对吧？咱们做的是腾讯的采访吗？啊，好，是的，是 OK，没有，因为我说都会拿一个牌，我看哦是啊。然后这天了也很火呀，都。我觉得我所有的歌出圈，我首先说感谢剧，剧火了，这歌才能火，而不是我歌火了之后大家来看剧，这个是有点不至于的。那你说其实真的没有啊，真的没有，因为我作为一个歌手，对我自己还是有点要求的。我的出发点一定不是让他有多么的火，因为这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就像我之前发了一首 EP 在录音的时候，当时郑楠老师给我做的，我就跟郑楠老师说，我说哥，这歌录完啊，肯定火不了。对呀，那我们在干嘛呢？没有。我说句实话，我没有放下一些东西，我还是在追求我的一些自己要坚持的东西啊。但后面可能就会稍微放下一点了，因为确实出道3年了，得活明白点。好呀，其实我真的不修图，基本都用美颜相机就拍完之后就完事了，先把磨皮调一下，大概调到50%以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一般就是每样都加一点，磨皮完了调美白。瘦脸也得瘦一下，就瘦个10差左右就行。不过自然呢又不那什么，滤镜一定得，我毕竟不是小鲜肉了，我得用一个稍微有点质感那种的摄影滤镜啊，就是这种的。差不多也没什么区别，就这两样啊。Hello，腾讯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
就感觉很开心呐、它开启了我的一个新的旅程吧。对，因为我是真的是第一次拍古装戏，而且我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武侠梦，然后能够在这个剧里实现，我觉得还挺开心的。我还想说，那个拍古装戏会不会特别丑？因为头发都要竖上去嘛，啊，所以等这个片儿出来的时候，确认了，确实很丑。但是我想说，我很开心的就是我可以扮成古装的，可能我会想象，哎，刘宇宁古装的时候是这样的，然后又可以有自己的兵器，然后我真的还有小时候练过武术嘛，所以对这种东西还挺开心的啊。发际线还好，为什么你们总是担心我的发际线的？发际线还好啊。有也不敢说有，就是还行还行，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海绵宝宝啊。我说海绵宝宝的意思就是我会看别人看，对，我会吸收很多别人的经验，还挺萌的啊，因为差的确实有点多。但是反而是这种身高差会给观众一些怎么说呢？他们觉得很能打动他们的点。不可以，我觉得作为演员这件事儿，我还挺珍惜这条路的。我希望我作为演员这件事儿，是有一天观众看到我作品的那个时候说：“哎，刘宇宁这个演员不错。”或者是“哎，他演的可以。”我希望这个演员这个称号是观众给我的。我没那么想自己告诉别人我是演员，我可以告诉别人我是歌手，因为我真的唱了好多歌。这造成心理阴影了嘛？你知道，就是第一次骑马就被马踢了，你知道对一个这个新人演员伤害有多大吗？因为那个马有精神病。不是，我说真的啊，我那个马是专门拍什么的呢？拍那种就是摔马，你懂不懂？就是那种古装片里边哇跑，然后直接给马撂倒了，马就摔到那儿。他是专门拍那种特技的马，所以有点摔的有点就是精神不正常，就他会很敏感。然后呢，那天我正好碰到我了，我又很陌生，然后我又那么高，然后他可能觉得这个人好像也不太正常，所以他就踢我。我永远记得那个马叫什么，那个马叫做小哪吒，就闹我。我跟你讲，真的是气死我了啊！闹海，我是大海啊，没什么处理，因为那天是我第一场戏，那后面还得拍呀，一天的戏排满了，就硬挺呗。你现在做演员，你不能矫情啊，要矫情也不行啊，对吧？就硬挺，其实那个还真的挺疼的。踹完之后站都站，这个只能一条腿站了啊。然后，但是你在这个下面还得去跑过去找人什么的，然后你还得假装这个腿没事，然后其实拍完之后后背都是汗，疼的已经忍的啊。比如说今天通告单上写着有马戏，我就会跟我的工作人员说，今天准备黄瓜啊，买点黄瓜，买点胡萝卜，然后我们先去贿赂他一下，然后呢跟他交好朋友。如果有的时候突然有马戏，我之前没有准备，我就现场拔草，现场找一片有草的地方给他拔一堆给他吃，然后他觉得好像这个人好像还行啊，这个就是吃人嘴短嘛，对吧？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会跟他先交流一下，然后也感受一下他的这个气场。其实马包括人啊有气场，动物也有气场。你就那天其实那个踢我那个马，我就觉得他的气场跟我不合，所以就会踢我。后来就习惯了啊，习惯了就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会有阴影。有用的，一定有用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因为我拍古装戏大部分都在横店，横店的马真的是见过世面。就是他，你知道吗？就是他拉过好多艺人呐，对，有些艺人比我出手阔气，可能有的时候给他买一个西瓜，买一个哈密瓜，可能都是从那个进口的哈密瓜给他吃，所以你给弄个黄瓜，他肯定觉得一般啊。会啊，就刚进组的时候会给他们买一些奶茶什么的，给他们分享啊，会这样的啊，买一些就是像柠檬茶那种的，都会低糖的，还行啊，他们。我觉得所有 OST 歌手都会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剧它要讲什么事儿啊。说说浩都和你本人的相似之处。相似之处啊，可能是出身吧，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算是孤儿嘛，他是他义父收养的一个人，然后导致他会有一些自卑。那我可能
我也是从草根儿，然后从街边唱歌，然后能够现在接这么多工作，我觉得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一些自卑的。然后这个会有点像吧，有种那种隐忍，然后郁郁不得志也好，或者是想要往上走，但这个过程当中又会有很多阻碍，就会觉得有一些压抑的那个感觉吧。不同之处可能就是就是这个对待感情的上吧，可能浩都有一点就是那种优柔寡断，然后会很羞涩啊，或者是隐藏在心里啊。我可能就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就这种的。分别用一种动物来形容搭戏的热巴、吴磊、赵露思还有你自己。热巴可能是羚羊，不知道，可能就是那种跑得很快，然后很健壮的那种羚羊，但又有温柔的一面，然后但是又很勇敢啊。那阿隼呢，就是老虎，可能是这种的吧，它有那种草原上的那种霸气啊，会有这种感觉。然后那乐烟呢，一定是小白兔嘛，对吧？它是一个很乖巧的一个样子。我自己，那我一定是荒漠里的一匹孤狼一只来自北方的狼。看《长歌行》的花絮就挺欢乐的嘛，那在剧组里面谁是大胃王？最能吃可能方一伦吧，因为他平时有在健身啊，然后身材也很好，所以他的那个食量相对来说比我们都大一点。然后再其次，其实你别看女演员，其实女演员有的时候比男演员能吃啊，这个女演员都还行。偷偷告诉我们一下，哪个女演员最能吃？就可能那个长歌吧，因为他现场会分享很多他的好吃的东西，比如说他们家乡的东西分享给我们，然后在片场也会吃。浩都和你本人谁的男友力比较强？我吧，一定是我呀，可能我有这个100块钱，我可以给这个女朋友花99块钱这种人留1块钱坐车回家啊，是。浩都是忠犬系男友，你本人是什么系男友？我可能是那种相对来说，占有欲比较强的那种吧，我觉得就是还是比较东北爷们儿那种性格啊，就是有担当一点的那种的。你本人能接受的公主抱体重上限是多少？不知道，没试过，大概120-130斤。你公主抱乐烟看起来特别轻松，特别轻松是吧？因为它真的很轻啊。然后我这么大个儿，就是有一句话不叫身大力不亏嘛，我这个抱这点重量还是 OK 的。挑战用一首歌来形容浩都跟乐烟的情感。那就是我自己的歌嘛，就是浩都的那歌嘛，叫一爱如故嘛，爱一见如故，用尽一生去投入倾注，问情为何物，逃不过世俗。对，逃不过世俗。那用刘宇宁的土味情话来表白一下乐烟呢？我还真的不会土味情话随便来一个吧乐言，你有火吗？没火是吧？那你是怎么点燃我的头发的？没有开玩笑，点燃我的内心的是这个那自己有没有追剧磕过 CP？ 特别喜欢的，那就是《春光灿烂猪八戒》。我好像说的影视剧它都很早是吧？对，就是春光，就是我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小龙女真的是和这个猪八戒的这个感情真的是，我觉得当时我就想说，我以后一定要找一个像小龙女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啊。找到了吗？偷偷问一下。很难，所以说影视和现实它是有区别的。对，影视很遥远啊。用凡尔赛文学炫耀一下1.89米的大长腿有什么烦恼？烦恼就是裤子太难买了，真的，我这个腿长的，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凡是要这个裤腿长的话，你看现在都短，看不到？现在都短，裤腿长的话腰一定得肥，但是我这个腰呢又很细，所以呢导致这个裤子真的不好买啊，烦死了。那再炫耀一下肤白貌美长得帅的烦恼是什么？这个烦恼就是真的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肤白貌美长得帅啊，真的太难了。吐槽的都是我的颜值啊，说这个男二确实有点丑啊，磕不下去了，怎么样的？会有这种极端的粉丝啊。希望我就怎么说呢？我就再减肥，然后好好用点贵的化妆品，让自己这个青春能够保留一下。接下来是挑战回答或回怼百度网友给你的留言。浩都他什么时候来娶我？
不需要彩礼。我始终认为天下没有掉馅饼这件事儿。然后第二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这件事儿，我觉得作为你的一个想法，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都会在心里给自己设想一个永远够不到的一个目标啊。希望你成功吧啊！你的这个想法跟我想要拿金马影帝是一样的啊！加油，我们一起加油！网友跟浩都结婚的距离比较长，还是你离金马影帝的距离比较长？我觉得都像做梦一样吧。我觉得就是梦境都是虚幻的，你说它有多远就有多远，可能我这个稍微近一点吧。腹肌是吧？就是那个啊，早着呢，等着吧，我还有3个月啊，我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3个月之后让你们看到我的腹肌，加上2块胸肌啊！算了，开玩笑，开玩笑，就是那个哪那么多福利，真的是你们是来碰瓷儿的吧？啊，就是你现在明显能看见，我现在是已经瘦到不行了，我现在就是真的已经瘦到不行了，所以就你自己还是给你留点想象嘛啊。说实话，真的没想到啊，就是和公主对坐那一场，我当时拍那场戏时，我就觉得特别，就是自己内心消化不下去啊。就是当时给那个公主抱起来之后嘛，抱起来之后往床那儿走嘛，那是剧情里写的啊，不是我自己本人要做的。然后抱着往床上走，然后给她放到床上之后，然后一转身跪下了。当时我演的时候，内心在想，我为什么要跪下？就是这种，就是感觉好像这个人好刚啊，要干嘛了？然后一转身跪下了，跪在那儿，属下就做一次，不会离开。公主请歇息，属下就做一次，不会离开。就是感觉啊，然后说完这句话又觉得自己倍儿爷们儿啊，就这种的啊。对，新专辑会有很多类似舞曲的曲风，然后让大家听了很开心，就想跳舞。我尽量不跳。我就是终于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感觉吧啊，对，是会有这种感觉。哦，那个是吧？我前2天真的想播了，就带我的这些粉丝朋友们去体会做艺人的一天的工作，比如像今天的采访。就是我从睡醒化妆到现在到晚上采访，但是不行啊，这个采访内容出去了呀。就比如说像我拍广告那造型都是隐藏的呀，然后又不能提前曝光了呀。就是我在想哪个活能让我直播一天，想不到，所以有那个活的时候一定给你们直播啊。擦一擦啊，这个自拍啊，对，我的天哪！很帅啊！哇，我也是很会自拍的，虽然和现在你看不到这个人长得不一样啊，黑的啊。现实生活中应该会吧，应该会。理想型就是得乖嘛，啊，得听话吧。没有啊，我觉得挺好的。包括你去迪士尼看烟花的时候，我都有天然优势，在哪都能看到啊。然后我有一次，对，我有一次在这看烟花啊，我站得好远就看，然后后面那几个人都无奈了，你知道啊，这怎么长这么高啊？什么是快乐星球？浩都和乐嫣2个人，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没有5个8块腹肌，我觉得会有一个缺失。花开早，红配蓝，招人烦。提问奇奇怪怪，发现可可爱爱。Hello， 大眼星推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星座手账，浩都的所有造型里最喜欢哪一套？其实他的造型都差不多，只分戴帽子和不戴帽子。可能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打擂台那一套吧。还有我，能赢你的大唐小厨。如果要给浩都定制一款套餐，你会做什么菜？我觉得一定是做一些特别不容易坏的东西吧。对，做一套，比如说一包干粮，因为他始终在路上，每天都要赶路，吃不好，睡不好。假设浩都穿越到现代，会选择在哪里生活？为什么？那就肯定是北上广呀，
就大城市去发展，然后闯出一片天地。如果要带粉丝去团建的话，会选什么地方？我的家乡啊，丹东啊，丹东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鸭绿江断桥嘛，一定要去。然后虎山长城，然后还有就是安东老街啊，我以前唱歌的地方。心动放送，这个好都有点甜。常客行李乐言送了你一只兔子形状的糖，请用棉花糖机 DIY 制作一支棉花糖作为回礼送给他。对不起，我下次不会了，我把糖人给你。不拉几似的吗？我在家做这件事，我妈肯定打我，浪费这个糖，做的这么丑。算了吧，重新做一个吧。接着奏乐，接着舞。这后期得开倍速吧，是吧？完了，越来越专业了，怎么弄？我都佩服我自己，我太厉害了。可以，没事。大概形容一下这个棉花糖的创意吧。就是红配蓝，招人烦。在送出你手中的棉花糖时，会想要对乐言说什么？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有你世界都变了，就算天快亮。感觉这像是刘宇宁会干的事，不像浩都。浩都啊，就是那种，给你的，不要，算了，下次咱们弄个崩爆米花吧，要不？粉丝翻牌1，请对下列粉丝留言进行回应。这位朋友说，如果你像浩都一样被爱情搂住了腰，会像浩都一样肉麻吗？我觉得我应该会吧。对，因为我要是被爱情搂住了腰，我还挺投入的。那你本人的爱情观跟浩都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我觉得有，因为比如像浩都和乐言嘛，他其实是心里有自卑的，他会觉得自己跟公主的身份悬殊很大。可能我也会这样，我如果遇到一个特别喜欢的女孩，我会装酷，不跟她说话。刘宇宁，你对自己健身的要求是什么？8块腹肌，8块腹肌也是我的一个目标吧，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马上岁数要越来越大了，然后在这个人生算是年轻的时候没有过8块腹肌，我觉得会有一个缺失啊。很多鹏飞都在问什么时候可以晒腹肌照。照我这个练法，我估计啊，3个月吧。那算是立了一个 flag 吗？算是吧，听着就行。剧本姐弟恋、兄弟情，选哪个？那一定是兄弟情啊！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直男的一个人啊。那兄弟情也有很多种，你想演哪种？就是好兄弟一起闯江湖。老鹏飞来了，现场教学奇妙的惊喜快闪舞如何？跳舞这件事儿挺困难的啊，挺困难的。可以啊，可以教啊。甜蜜，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真奇妙，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哦，你是不是也感觉真奇妙？如果时光就像流星，不要犹豫，拥抱光明。第2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雏鹰起飞。预备，1、2、3、4、5、6、7、8，2、2、3、4、5、6，伸展运动，1、2、3、4、5、6、7、8。天哪，汗都出来了啊！哟，新言新语，很多网友几乎是拿着放大镜在追剧，然后做了很多产出。你怎么看待网友的这些热情和专注？能够让观众看到，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就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我想的东西，他能看到，他懂我。再一个，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有些剧情确实是观众想多了啊，确实没有那么回事儿，你自己脑补出来，然后但是让这个东西更完美了，那我们觉得也是很棒的一件事儿。跟长歌行里的女演员都有身高差，特别是浩都抱乐烟的场面，很多粉丝都在脑补刘宇宁实际上是什么姿势。你给我们揭开一下谜底。
MIDI 就是其实是宁远元老师赵老师点了这个箱子嘛？他点了几个呀？不重要，不重要啊。最近的热播剧里几乎都有你唱的 OST， 对于大家叫你爱情保安这个称号有什么想法？我挺开心的，希望我的这个影视剧的歌曲能守护住他们的爱情，也能为他们的爱情增加一些浓度吧。啊，有网友说，浩都恋爱之后就像回到了快乐星球，能不能用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节奏 rap 一下？什么是快乐星球？什么是快乐星球？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浩都就带你研究什么是快乐星球。Cool。请用单动画还原一下浩都的台词。李三哥，你已经无路可逃了，还不速速回头跟我跪草请罪，别给我整那些没有用的。公主，我终于找到你了。浩都，我带你回家，我的家乡丹东啊。在直播里把喜羊羊唱成了《西游记》，能不能把《长歌行》插曲一爱如故，用《西游记》的调子唱出来？我真的不想毁了这首歌，我还挺期待的呢啊。爱一见如故，就不管那世俗。哎，是这样的哈，可以的。天问最近也很火嘛，你能不能也唱一下天问？花开早，天知晓，人去了，人我忘了。啊，可以啊。如果要拍浩都和乐言的番外，你来当编剧的话，你会编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线呢？编一个什么故事线呢？这个公主又丢了啊！我就再去找一圈啊。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番外剧情。浩都和乐言两个人这个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然后那个生了几个孩子，然后这些孩子呢又那个做了好多特别棒的事儿。最后，请以《长歌行》3个字为开头，用3句话给大家安利电视剧《长歌行》吧。长歌行真是棒，鸽子们也很棒，行不行都点赞可以吗？我觉得都好，我觉得做什么样都好，比如做我很多帅的也行，或者是没那么帅的也行，或者是搞笑的也好，或者是沙雕的也好，我觉得这是根据你内心的想象，你觉得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你印象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做什么就好了，你们开心最重要。Hello， 搜狐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长歌行拍完之后，我觉得我不仅觉得我想做一个演员，我想做一个优秀的演员，就是可能是我心中特别棒的那些演员的一个目标。我真的想当一个好演员，改变了我对演员的一个认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 CP 感体质的演员吗？自认为是啊，我觉得最重要是身高吧，身高还行。长相呢？长相一般啊，长相是真一般。你现在拍这种 BG 恋情的这种戏的话，你自己会有顾虑吗？还好，其实我女友粉真的不是那么的极端，其实我大部分都是事业粉，他们一定是希望他们老大越来越好，在不同的屏幕上越走越高，他们是替我开心的。对于饭圈这些东西，你是就是还是支持他们搞这些的，是吗？就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快乐，他追星的过程当中，他有他的付出，他在付出过程当中，他能获得他的快乐也好，悲伤他都会获得，这是他的自由。我其实很少去干涉于他们的这个方式。公主抓紧了，否则摔下来与我无关。是。其实还行，浩都很多身上有一些气质和我是比较像的，然后比如说就很隐忍嘛，然后因为他的出身，然后包括他心里的一些自卑什么的，还跟有些地方跟我挺像的。你是一个隐忍的人吗？感觉你平时蛮外放的呀。对，那可能在我公众面前嘛，但是其实私底下我是一个没那么爱说话的一个人，我喜欢自己待着，还挺享受孤独的一个人吧。剧里头就是有一些哭戏嘛，这跟你在《烈日少年》还不太一样，我觉得这2种哭戏哪个更难一点？
这个稍微简单一点。对，因为这个你给一点情绪，它就其实就够了，然后它就会有面部的东西。其实哭，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是最基本的东西，不是说你看到眼睛里有泪水或者眼睛泪流出来，这个人就演技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觉得戏的哭戏其实你还是蛮自然流露的。对，就是当下我很多东西其实就是感受它，感受到了我就有了，然后没有我也不会强迫说我一定要这场要哭出来或者怎么样的，没有。我这人比较敏感，然后有一些东西还真的挺能打动我的。站在这个浩都这个角色，我觉得怎么要这样？你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有一些伤心。因为你之前在直播里说千万别夸我会演戏，我不会演戏。你现在就觉得自己会演戏吗？你说我不会演戏吧？这个东西反正我觉得是观众来决定的，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我会演戏这件事，希望从观众嘴里说出来，然后我会特别特别开心。但我目前的我不会自己说我会演戏的，因为我真的还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你会觉得你现在演戏比之前要有进步吗？一定有，而且我最近刚杀青了一部戏，后期看的那个样片啊，包括一些粗剪，我明显觉得我是进步了啊，但是不敢说啊，不敢说。你觉得从哪些方面？情绪控制、台词，然后形体，然后和当时表演的一个稳定性，就很多东西结合到一块儿。包括其实我现场的时候看别的演员，比如说我跟他搭戏，我俩一块演戏，我真的会看对方怎么演。这个如果是我演的话，我估计我不会这么演。但是比如说有特别棒的，他这么处理的，我觉得这个很厉害。然后我要记得，如果下次我有这种情绪的话，我可以借鉴于他这种方式。对，我觉得特别好玩，你知道吗？就我觉得我能从中找到乐趣这件事儿，我自己都觉得很开心。是什么时候开始找到乐趣的？长歌行拍完之后，我觉得我不仅觉得我想做一个演员，我想做一个优秀的演员。就是可能是我心中特别棒的那些演员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剧给我带来最多的一个好处就是，我真的想当一个好演员，改变了我对演员的一个认知。我觉得还挺开心的啊！我觉得是观众的功劳。浩都和乐烟的这个戏份其实真的没有多少，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这么少的戏，大家还能从中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快乐，我觉得我还挺荣幸的啊。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 CP 感体质的演员吗？自认为是啊，我自己也会理智的去思考嘛。我觉得最重要是身高吧，身高还行。长相呢？长相一般啊，长相是真一般。因为其实你的女友粉大家都知道非常多，所以你现在拍这种就是这种有 BJ 恋情的这种戏的话，你自己会有顾虑吗？还好，其实我女友粉真的不是那么的极端，其实我大部分都是事业粉。我开始也会担心说会不会有什么的，但是其实他们都是很知性的。然后呢，因为我这些粉丝其实大部分80%的粉丝，他们之前没有追过星。然后呢，是我带着这些粉丝，我们一块闯荡这个圈子。然后呢，当到这里呢，他们一定是希望他们老大越来越好，在不同的屏幕上越走越高。他们是替我开心的。现在会有很多粉丝是因为你的剧、你的歌喜欢上你，就是新增这批粉丝，你会觉得你跟他们的关系会有不同吗？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啊，就非常的有眼光。一部分人说这个看了浩都啊入坑了，然后查了一下刘宇宁的以前的这些搞笑的东西啊入坑了什么的。我想说什么叫入坑了？你绝对是捡到宝了，加油啊，继续抓住这个宝贝。我可能说这句话有点官方啊，我真的没觉得自己是个明星或者咋地了，我也没必要去搞得自己好像很那个，然后跟你们都很有距离感，没有必要啊，这就是我的风格，我就做自己，这是最重要的，我舒服最重要啊，就是喜欢我的就喜欢我就好了，不喜欢我的你就喜欢别人就好了，就这样，所以我坚持做自己啊。其实之前采访你的时候，感觉自己特别平凡，特别普通，然后那时候看到黄子韬这种大明星，就会觉得哇，人家是大明星，你现在还会这样吗？我依旧会觉得，比如说录节目啊，或者演戏啊，看到他们，我都会觉得很开心，很荣幸跟这些老师合作，不会怯怯的了。现在，因为也确实见过好多了，吃过见过了。现在啊，都是明星，我的天哪啊！哇，他是哇！你看人家明星保养的，你看这个脸多紧致啊！就是会习惯了，其实就是。当然怕失去啊，怕的要死啊！哦，对啊。那害怕失去什么呢？感觉你现在地位挺稳固的呀。没有，不可能，没有稳固不了。我觉得所有的工作都是什么呢？都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而且现在时代这么快，然后如果你没有持续的作品产出，或者是持续的一些进步，你就会被时代淘汰。庆幸的是什么呢？从我出道第一天到现在，我的工作依然很忙，因为我是一个怕什么呢？怕那个没有工作的人。就是我只要超过3天我没活，我就慌了，我就开始郁闷了，
我就焦虑，我怎么办？我是不是不需要我了？你以前那些粉丝，他们会不会就是会有一些牢骚，就说，哎呀，现在是大明星了，我觉得感觉跟你之间的距离远了。能抱怨这句话的人，我觉得都不是我的粉丝。真的看过我的一些状态，或者看过我直播也好，或者跟我有的时候在路上遇到我，跟我的交流，他就会知道这就是我，否则他也不会留在这儿。就这样，如果我变了，他们早走了。那你的粉丝会就是用饭圈的那些东西吗？就比如说可能帮你搬家，你知道这些东西吗？知道啊，对，毕竟我的粉丝团体里，他还有一部分是之前干过这行的，也就是追过星的，是吧？他还是会引导一些就是没有追过星的一些粉丝去帮我做一些就是正常艺人要做的事儿，然后他们也会去帮忙引导。所以搬家我们就开始的时候很快就搬了，然后现在也每天做超话什么东西，他们都在做啊。对于饭圈这些东西，你是就是还是支持他们搞这些的，是吗？就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快乐，就是一个人追星为啥呢？就是我追星我是欠你的吗？不是，他追星的过程当中他有他的付出，他在付出过程中他能获得他的快乐也好，悲伤他都会获得，这是他的自由。我其实很少去干涉于他们的这个方式啊。只是他们的这个三观我还是得控制一下，比如说吵架，我都会跟他们说，我说不要跟别人吵啊，没有必要去吵，我们都开开心心的，就追个星，开心咱就追，不开心咱就撤。然后之前就是他们那个粉丝有拍到你就是一手拉着一个小女孩走路的那个视频，哇塞！我好开心呐、我觉得好幸福啊！我就在心里在想，这俩孩子要是我也多好。所以你是女儿奴的那种人？对，我超级喜欢小姑娘啊。但是现在就是会不会可能离结婚生子还要很远很远？超级远啊！我觉得是这样。Hello， 腾讯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我的眼睛需要表达眼神的东西有点比那种大眼睛双眼皮的要难一些，所以他们真的是细抠了我的戏，然后也真的很用心的看了一些细节。就是比如说发现一项特别紧急的事儿，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聊天哈哈，然后突然立马发生了事儿，一定是一瞬间这个眼睛聚焦，就是眼睛分聚焦和不聚焦。比如说我现在看这个镜头，现在是不聚焦的，但是我现在这样就是聚焦的，它一定是有区别的啊。想爱不敢爱，又很坚定，就看着他，然后就很爱他嘛，然后又有一些躲闪。内心觉得我不配，但是又控制不住自己，又要看他，然后就会有这种感觉啊。是杀气嘛，就是一定要内心想的，就是一定要抓住他，就很坚定嘛，没有犹豫，然后看到就跟一匹狼盯到猎物的那一刻，就是眼神不会走开，然后一直就心想的要抓住他那种感觉啊。傻子会有这种感觉。狼狗啊，是我们一块儿去演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到大家会这么的喜欢我们这个组合，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当这个剧现在播这么多人喜欢，我还真的挺开心的。浩都呢算是一个孤儿，然后其实他是从小被收养的嘛，他会有自卑，他会有觉得身份的一个悬殊跟公主之间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公主没有嫌弃他，最后可能跟他就是发生了一些这个发展嘛，穿越了世俗的眼光在一起这件事，我就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这个还真的没调取过，因为这个跟我所有的经历都不重合，所以只能说从浩都的情感库里去调用啊。乐言开始不是走丢了吗？啊，叫人拐跑了，后来找回来之后呢，浩都又找不到乐言了，所以那个时候还特别紧急啊，那种情况下，然后看到他又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然后那个情绪还是挺多的啊。我作为歌手，我想说什么呢？歌手永远是我的一条路，永远是我最开始的一条路。我觉得人不要忘了自己是怎么来的，我是做歌手来的嘛。然后呢，我的专辑一定是在做的，而且我会用大量的精力去做专辑的东西，我的音乐的东西，因为这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那演员是我第二条职业，就很伤心呢，就会哭啊，也不至于了，哭啥呀？如果是人身攻击的话，我就完全不在意，完全不在意，就是很正常，因为我
经历太多了啊，没必要。哭倒不至于，就是我觉得没有人不在意别人骂你这件事吧，完全不在意，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你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会选择不看。第一，我选择不看，无所谓啊，我做我的事儿。但有的时候逼不得已会看到，那就尽量自己消化呗。我觉得吹毛求疵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出身这件事啊，因为我确实是从网络出来的，就有些人会觉得哦，从这个网络出身、网红出身就有点 low。我相信每一个现在特别棒的艺人，他最开始的时候，他都是人吧，他不是出生的时候就接受着什么高端的音乐的洗礼，然后这个用的东西都是很棒的东西，然后接受最高等的教育，然后大家觉得哦很棒很完美，他都是人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潮出身这件事儿，我觉得特别没劲啊，特别没劲。别的还好，我不会有什么神秘感的保留。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不想给自己设定成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要去扮演他，我觉得真的没劲。因为我们长歌行的导演朱瑞斌导演，之前我出道以后拍的第一部戏就是朱导的戏，然后他就给我推荐到那个剧组去了，然后他觉得我很适合这个浩都这个角色，就是我觉得他身上会有一些跟我像的地方，比如说他的这个事业心，就很事业，然后有一点冷酷，然后他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一个人，其实这三个角色区别还都挺大的，然后可能就是对于演戏这件事儿吧，因为我刚开始我演第一部戏的时候，整个人就特别慌，然后呢特别紧张，其实不够松弛，包括在跟对手表演的时候，根本其实有大部分时候脑子是空的，但有了前2部戏的经验之后，我在拍第3部戏《长歌行》的时候，就会知道怎么样去感受了。我觉得这个是之前的戏对我的一个帮助，感受对方的情绪，然后听对方的词，然后我的内心是怎么样的，就给出相应的反应。我觉得是这样的，是那个制片姐姐啊，燕贝姐问我说小宁，你这个戏想自己配音吗？就她没有问我的时候，我还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件事儿。然后她一说，我就觉得哦，好呀，就我会特别感兴趣，因为《长歌行》真的算是第一是我很喜欢这个角色，第二呢，它是属于我真的觉得我还就是拍完这部戏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成为一个演员了，我可以做演员了这件事儿，就是所以我还挺想把这个角色丰满。就是让他成为我真正是一个我刘宇宁塑造出来的一个角色，然后呢又是我自己的声音，我还挺开心的，所以我说好呀，那我就去呗，对，我尽量会让他有一些层次感吧，不能就是刚出场的时候是什么样，然后到结局了还是怎么样。那其实对于一个角色来说呢，他的在这个剧中就没有那么多能够吸引观众，或者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他这个内心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怎么去把握，其实更多的是看剧情。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变化，首先要想明白，这个人变了，他一定是不会他突然就变了，他一定是经历了某些事儿。然后比如说他经历了挫折，经历了打击，或者经历了很成功的事儿，然后他会有变化。所以我就抓住每一个经历的事儿，然后在这个事儿之后都有一些微小的变化，一点点成长，一点点就是让他这个角色更加丰满，然后让观众知道这个角色内心是怎么想的。对啊，就比如说我第1集的时候看那个乐烟，或者看那个魏书玉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对他的态度是什么，其实就是人物关系嘛，把握好这个人物关系。然后开始的时候，后面熟了之后，那就不会像第1集那样就特别仇视他了，可能就正常的朋友。那后面爱上了乐烟之后，可能就是那种对恋人的那种状态了。这个问题真的在拍的时候就在想这个事儿啊，拍的时候就在想，我是这个浩都是什么时候爱上这个乐烟的？因为剧情里他不可能说这一秒他爱上了他没有那个啊，你怎么能爱上？其实开始的时候，那我在想，浩都就会去丰满这个浩都之前发生的事儿，就剧情里没有的。他可能是因为他一直在这个皇宫里去执行任务，一定是认识这个公主的。
一定是认识乐言的。然后其实他最开始肯定是觉得这个小姑娘很可爱，然后呢像一个小兔子一样，然后很想要保护她，但是又基于自己的身份很卑微，不敢跟人成为朋友，然后呢但是心里会对她有一些好感啊，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后面其实是因为他们共同经历了一些事儿，在这个追杀李长歌的过程当中，他们经历了一些事儿，然后他会发现自己内心的那个东西越来越浓烈了，然后冲破了一些这个世俗的牢笼，然后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了。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点点来吧，就是日久生情，可能是这样。那一刻其实是更多的是心疼，然后有一种失而复得的那种激动，然后更多看到他这样，我就是有一种第一失而复得，我终于找到你了，然后看到他现在这么落魄，其实更多是心疼，然后就在想他会经历什么，然后哭得这么痛苦，然后就会特别被共情吧，没想过，因为戏份不是很多对，因为这个戏吧，就是因为还是讲述的这个要长歌行嘛，对吧？它也不叫别的行，对，长歌行，所以很多故事是围绕李长歌这个角色，然后他走到哪儿就会发生到什么事儿，以他为主线去牵动整个故事。然后我们在里面就是一个为这个剧丰富一些背景的一个角色，但没想到大家这么喜欢，我还觉得挺开心的。我觉得这些很多这些老师啊，我叫老师，他们在看剧的时候真的是特别棒，他会看到好多细节，有些细节我都没设计，他都给我分析出来了，就觉得很厉害。因为我看完他们说的东西了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个帮助，因为可能我以后拍戏的时候真的要注意这些细节了。但是其实当下的时候，其实更多展现出来的是，因为我不是专业科班演员，我也做不了什么更多的设计，然后可能都是本能的、下意识的那种东西，但是反而会给这个剧情增添了一些东西，我觉得挺开心的啊。还真没有什么压力，对，因为这些演员都很好，我觉得反而跟那些就是稍微年长一些那些老师去对戏的时候，我压力会有一些，对，因为年长一些的那些老师，他们的演技其实非常非常成熟，非常棒。我有的时候就怕接不住，你知道吗？因为我作为一个新人演员来说，我怕接不住，然后就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面对这个我们那个李世民老师的时候，我就会我觉得我猜他怎么演，或者面对我义父的时候，义父的那种劲儿，我就自然而然就被压住了嘛。但是也是符合剧情的，因为他是我义父，我一定要比他这个气场低所以我还是觉得跟这些老师对戏的时候还是有点压力的。我觉得各位都是伯乐没有，因为我没有什么天赋啊，演戏也不敢。我觉得是这样的，当你觉得每一个人可能获得你一些认可，其实他这个人呢，他私底下要做好多事儿，是要做好多事儿的。比如说我今天唱歌，我的歌能被人听到，是因为我真的从事唱歌去养活自己这件事已经从事10年了，你今天才听到我的歌，所以我觉得我既然想演戏，我真的想好好的去演戏。我觉得有一点天赋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模仿能力。对，我从小喜欢模仿一些搞笑的东西啊，包括模仿一些动画片里的人物的说话呀，就是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演戏是有帮助的，就是我还挺喜欢模仿的。自己体会，我首先是这样的，比如说明天拍的哪场戏啊，这场戏比如说是什么样，然后我会自己先捋一遍这场戏我在进门的时候我是什么状态，然后我是当时脑袋里要想的是什么事儿脑袋里想的是这个前一场戏是干嘛，然后他跟他交流过程当中这一句话他说的不对了，我就跟他急眼了。他是因为他有剧情设定嘛，然后呢会自己捋一遍，捋完之后呢我会跟我的这个表演老师去交流，他觉得对我就这么演，他觉得可能这个地方我说的我觉得不准确，他会帮我去调整这个度，对，他会对我的这个表演尺度有一个把控。完全不会束缚啊，反而活更多了呀。对，起码我拍的每一部戏里边得有我首歌吧，对吧？我觉得他这个东西相辅相成的，其实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其实我作为一个歌手来说，我从歌手身份来说，首先歌手，因为我确实不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所以我可能很多时间不需要去花费在创作上，我只需要去
挑选我喜欢的音乐，或者是我的朋友去帮我制作的音乐，我就是感受它，把它展现出来就好了。那更多的时间，其实作为一个歌手来说，没有太多的事儿，因为我不接商演，对，我不会去商演或者怎么样，我只是发歌，我的就是发歌。然后其实作为一个歌手的工作就是发歌开演唱会，但现在目前状况开不了演唱会，演唱会的部分停了，然后那我就把这个空闲的时间干嘛？我就拍戏呀。然后其实在拍戏过程当中增强了我的感受力之后，我再回来唱歌真的有不一样，你知道吗？我真的会有感觉不一样，就是感觉那一刻怎么我唱着想哭，你知道吗？就以前我不会啊，以前因为我唱歌唱太多年了，感受其实没有那么的浓烈了。但拍完戏之后好像被开发了，包括发音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真的很开心。就我会从中找到好多乐趣，就是才让自己能够觉得做这件事很能持续下去啊。因为我首先这个歌大家喜欢，我首先感谢演员剧嘛，对吧？剧包括那些优秀演员，是因为他们剧火了，我的歌才会有人听啊，是这样的。但是呢，我当时反正这个歌给我的时候，我会去了解它的这个故事背景，因为它是 OST 嘛。我 OST 一定做的所有的事儿都是为剧所服务，它要贴合剧情，贴合剧里的气质。然后呢，当这个歌在这个剧里放出来那一刻，它一定是加分的，它帮助这个剧情去加分。然后所以我在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它讲述的是一个江湖的事儿嘛，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江湖感唱出来。就是你听完之后就觉得这两个人就要闯荡江湖，就天下都是在他。也没到那种霸气啊，就是一定有那种冲劲儿啊，就是闯荡江湖那种感觉，侠气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会有这种的啊。比如说唱甜蜜的歌，那一定就是让人听了有恋爱的感觉。其实它不同的歌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就一直是这个规划，就歌找到我就唱，就是歌找到我，这些老师如果瞧得起我，给我这个活儿，那我就好好给人干好了。然后我也希望，因为我这首歌能给你。这个剧增添一些色彩，我觉得这样的啊，可以啊，当然啊，白愁飞这个角色我真的太喜欢了，我觉得他是最好的时候出现的一个角色，最好的时机出现了这么一个角色，让我去完成它，因为如果他是我第一部剧这个白愁飞，我一定演不好，如果他是我第二部剧，我也未必能这样，因为前两部其实都是现代装嘛。第三部我感谢长歌行，让我知道了拍古装戏是怎么回事，并且让我爱上了。然后第四部就是这个说英雄谁是英雄。我想说，这是最好的时机，能够如果在我之前，我肯定说我可能驾驭不了这个角色，是这样的。但这个白愁飞这个角色，我跟你说真的，我玩嗨了，我加了好多东西，我就是每天我就好兴奋，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整个人都要。就是癫狂了，你明白吗？就是因为他这个人物反差，当然这是小说里的人物啊，他是亦正亦邪，他又有开始的那种善良、行侠仗义，但最后又变成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人。我觉得哇，太爽了，演这个角色真的是，所以我特别期待这个剧上线的那一天啊。这部戏将近400场戏，我作为一个男二来说，400多场戏，我觉得。因为这个角色真的起得特别丰满，也不是我现在以我的身份还不到挑角色的时候。就像刚才说了嘛，我影视资源是怎么来的嘛？就像那个《长歌行》，为什么能接到《长歌行》？是因为第一部戏合作的朱导，然后他觉得我小孩还挺好的，挺实在的，就用我了。然后呢，我就拍了《长歌行》。《长歌行》呢又是我们腾讯的剧，然后腾讯的这个姐姐呢。又觉得我拍完《长歌行》人不错，就给我推荐了下一部腾讯的剧，就是这样的。我没有什么资源，因为我要早有资源，我何必30岁才出道呢？对啊，我都没演过就信任我，怎么可能？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其实包括那个什么，包括我拍后面这个《说英雄》的时候，他们制片方刚开始都会有点担忧。他们会担忧啊，因为他们很多人其实不了解我，他们不知道我能演戏，他不知道我现在做演员，他们以为刘宇宁歌手嘛，我唱 OST 嘛，是我们上个剧他可以唱的 OST， 他们怎么演戏了？然后对我其实都有一些那个什么，然后我当然能理解啊，我当然理解他们的所有人的想法，包括大众对我的理解，我都能理解。然后呢，我就可能去演完之后，他们觉得还挺贴合的，我就很开心所以到时候我不想自吹，到时候看呗，
我给你捋一下我的资源怎么来的，朋友们，这个希望这个视频点击量，不要说我是资源咖了，当然资源咖也不是什么贬义词啊。我第一部戏怎么来的呢？怎么演的第一部影视剧？因为我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是2018年，那个时候不谦虚的说有点小火，对吧？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剧找到我唱 OST， 唱什么呢？唱一首歌叫《让九》。你们都听过吧？我本桀骜少年臣，不信鬼神不信人。找我唱这个让九，当时找我唱这个让九呢，就是凌河文化啊，然后就是通过这首歌认识了白老师。然后呢，这个白老师呢，然后这个剧呢是沙海，这个剧叫沙海。然后呢，这个沙海杀青的时候呢，那个白老师说：“哎，小宁你在哪儿？”我说：“我在北京啊。”说：“你要不要参加一下沙海的这个庆功宴？”我说：“去啊！”我就去了。去完之后呢，白老师也是第一次见我。他说：“哎，小伙长得可以啊，那个要不要演戏啊？”我说：“我超级想演戏。”他说：“好，那我以后要有什么合适角色找你。”结果呢，第一部戏《热血少年》就是白老师给我的，演了一个男二，跟黄子韬、张雪迎、曹雪月搭档啊。第一部戏，这是我因为我唱了一首歌得来的第一部戏，对吧？然后呢，第一部戏演完之后呢，白老师觉得小伙可以，以后有机会做演员哈。所以第二部戏《终极笔记》又给了我一个黑瞎子角色，真的白老师是我的贵人啊，他给了我第二个角色。给完之后，第三部《长歌行》怎么来的呢？《长歌行》是因为我第一部戏合作的导演叫朱导，叫朱瑞斌导演，他觉得我在第一部戏里小伙不错，所以他跟那个《长歌行》的制片方华策去推荐的刘宇宁，说刘宇宁这小伙不错，我想用他，你能不能用他？然后是第一部戏的导演那个推荐我去《长歌行》的。然后我拍完《长歌行》之后呢，那个腾讯的姐姐呢觉得我拍《长歌行》很认真又很敬业，那想说那我再给这小伙一个机会，就给了我现在这个白愁飞这个角色，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我所有的角色啊。我觉得我最感动的变化是我通过演戏真的爱上演戏这件事儿，然后我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我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这件事是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我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有啊，梁朝伟、赵寅成都是我特别，我就等你说这句话呢。卧底，我特别想演一个卧底，就是像那种《无间道》里边那种角色。浩都乐烟狼兔啊！打住了，不好意思啊！浩烟乐都，浩都乐烟狼兔啊！浩烟什么浩烟？浩烟乐都浩烟啊！浩都乐烟这对组合就跟狼兔组合在一起一样啊。厨师是我不会唱歌，不会做。不会像厨师一样做饭的歌手，不是一个好演员啊，吕顺，谢谢你。